断舍离让你觉得购物是罪恶的，还是断舍离之后让你想要报复性消费？断舍离让你觉得渐渐失去了自我的喜好，或是你已经断红了眼，影响到生活还有家人了，或是断舍离已经让你极度的不开心、郁闷、挫折咋快要放弃了呢？是不是不懂为什么断舍离本来是帮助我们改善生活的小天使，现在变成困扰我们的恶魔了呢？如果有以上这些情况，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不小心陷入了断舍离的黑洞了呢？今天就想要跟大家聊聊，可能很多断舍离的 YouTuber 不愿意聊，但是却真实存在，导致优点变缺点，断舍离的黑暗面。希望提供给正快要放弃的朋友一点点不同的观点。每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以你自己舒服的为主哦。Hello， 我们是 Typical Girls， 我是笑点常忍生，对有品味的朋友才会被我逗笑的 A。我们是最会以断舍离修炼身心灵的实用美学频道，陪伴大家断舍离，去无存精，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有听说吗？帮我们广告多停留个几秒的朋友，会修炼出珍珠，幸运女神、财神爷、桃花都会找你哦。过度断舍离。最近美国有一个极简网红 Couple 里面的先生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坦诚，自从他们开始经营极简风格的 Instagram 之后，他再也不能再随意跟小朋友玩，把玩具放在桌上，因为他太太要求他们家要随时随地可以拿照相机出来拍照，拍照的时候呢都要保持家里空无一物的样子。太太也规定先生只能买其中几个颜色的衣服，不能跳脱出这个颜色的框架。先生呢就坦诚太太的规定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环境还有日常的家庭氛围。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现在极简当道，然后各个社交媒体上的极简博主的家真的都非常的极简，但是那个就是他想要让你看到的场景。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些社交媒体上的账号之后呢，我们也很容易会被洗脑。很多人开始在断舍离的时候就会把标准设得非常的高，或者是比较极端一点的会效仿 Matt Davila， 就是提倡极简的提倡者。他一开始会那么红，就是因为他的纪录片里面他只保留3个月内需要用到的物品，其他用不到的就在3个月之后全部处理掉。这样的生活形态我相信肯定是适合某一些族群，对于他们是适用而且很加分的，可是适合他们的并不代表适合每一个人。我们想要的营造出来的生活风格跟我们现实依照自己个性所处的日常的环境是会有点落差的，但这样的落差就会开始对我们产生焦虑。现在开始也有一些极简的 YouTuber 他们开始跳出来反思，如果重新再来一次，他们可能不会选择那样的方式。其实不论刚刚提到的网红的例子，或者是极端主义极简者的一些反思，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显示每个人其实都是独特的。如果你的生活形态按照别人的模板活，会活得很辛苦，因为这些生活形态都是要透过我们了解自己的个性之后，再克制成最适合最符合自己最舒服的样子的生活形态。以我们有一个珍珠道友玛丽鸟的留言为例，他说经常看到关于整理的教学都会讲到下架再分类，不过对于我来说，如果把东西全部下架就没有空间，而且下架之后再重新整理也很花时间，所以每一次都只能利用工作假日分区域慢慢的清。虽然我是支持全部下架之后再整理，但我也理解并且支持每个人的情况会不同，所以你的解法就会依照自己本身的居家环境啊，或者是个性或时间需要弹性的调整。毕竟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最适合我们自己的方法。断舍离还有极简主义开始流行，大部分是因为我们对于家中的容物开始没有办法产生幸福感，反而在视觉上、居家环境上还有心理上都已经造成我们的负担跟不便了。在这样的心态下呢，当然我们就会期待有一个什么像魔法一样帮我们按下重启键，而刚好断舍离跟极简就出来了，好像我们断舍离完，我们的所有的生活都会有了一个很美好很新的开始，然后从此就过着快乐美满的生活。但之前也有一个影片，我们有分享一个创伤专家提到，我们对于极度的断舍离是会产生应激反应的。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就会对于断舍离产生排斥，或者是一气之下想要把所有东西都丢了。所以这些应激的反应其实都是我们的潜意识在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受到威胁了，我们已经让自己不舒服了。如果我们都可以温柔有礼的对待别人，我们也温柔的对待自己，好吗？
购物等于罪恶。在分享完断舍离之后，很多珍珠道友们都陆陆续续分享自己的心得啊，或感想，或者是当下的心情。其中也有很多朋友都很有自己断舍离的想法，真的很替你们开心。但也有很多朋友会留言分享自己的郁闷。最近又有收到一则留言，他说自己断掉很多，但是戒不掉购。虽然我不清楚他的购是哪一种，是冲动购物，还是被贪小便宜恶魔给诱惑的那种购物，或是连基本的消费购物都已经开始让他会有罪恶感，充满焦虑了。那我也想要趁这个机会问一下大家，就是想要极端的戒掉购物的行为，原因是什么？是发现自己买了太多不该买的东西，还是发现自己断舍离之后会有一阵子报复性消费，还是因为断舍离太多，觉得过往的购物经验都是很错误，都让你觉得是负面痛苦的，所以开始产生罪恶感了？其实你有没有觉得断舍离也蛮像减重的？如果在短时间1个月内减30公斤，那就等于说我们要把原本的生活形态，会吃一些垃圾食物啊，或者是方形食物，瞬间变成帕米拉的生活形态。在身体上还有心理上，其实我们都是吃不消的。短时间内减的数字越大，我们就更容易反弹，而且反弹之后我们会更报复性的饮食。所以如果运用在断舍离上，就是报复性消费。我们身为有血有肉的人，每天睁开眼起床，就算想要躺平，也必须睁开眼开始为自己各种需求而做努力。有时候会想要享受生活啦，过得有品味精致，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需求。与其一直压抑自己，我会腾出一笔预算给自己真正很喜欢或者是真的很需要想要的东西，除非能够自给自足，不然在这个社会我还没有找到能够生存的方法。消费购物就我而言，我觉得本身它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报复性消费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负担跟困扰。跟大家分享过，我之前也对于自己曾经断舍离的那些物品，还有曾经花过的钱非常的懊悔过。当然当下就是非常气自己为什么当初没有想清楚，但我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也会做错选择，我也应该稍微允许自己有个空间可以犯错。知道自己会犯错，当然这是非常难消化的，而且很难接受。所以在断舍离的时候，我看着自己花过的钱就这样没了的那种悔恨，我就会像陈近南刻在韦小宝他的脚底上反清复明那样子刻在自己心底，以资警惕。其实我觉得就很像电影 Inside Out 里面表达的观点，没有一种情绪是错误的，也没有一种情绪是不需要存在的，而且也没有一个错误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人都不喜欢记得自己不好的回忆或者是不好的经验，这些我当然也不喜欢，可是如果就让他们变成一种负面的情绪，而不是一个让我觉得可以警惕自己的力量，我觉得非常的亏。而且下次在乱买东西的时候就警惕自己说那个痛苦，然后在当下很冲动想要下手的时候我就不会再乱买。总之我的习惯是让这些错误跟烧掉的钱有了意义，有了正面的价值，才会让我自己觉得我不亏，提供给大家参考。至于什么样的程度的购物是正确的，就交给各位独立聪明性感的小脑袋们自己做决定。我们就花该花的钱，就不要被欲望驱使，也不要被他们捆绑，我们才是主角。太过极端的购物或不购物的行为，其实都是我们的心在发出求救的讯号，已读不回我们的心情，就会造成焦虑，焦虑就会偏离于断舍离本来带有的初衷。我们在断舍离的路上要一起越过越好，小心不要走火入魔。但如何不走火入魔呢？记得订阅 Typical Girls， 让我们一起修炼出珍珠光。也别忘了动动你可爱的小手手，帮我们订个喜欢还有订阅，你的小小的举动都会有无限正面的能量回向给你们哦。断舍离也把自己断掉。老实说，在断舍离修炼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我也是有一不小心走火入魔，六亲不认，什么都要忍。我那时候也很向往，就是 Instagram 很多极简博主营造出来的真的空无一物的家。所以呢，我那时候就想要把很喜欢的做衣服的东西、手做画画的工具、颜料什么的全部都丢掉，好像那些空无一物的家里就可以把我的所有的问题都带走。有了那样的状态，我就可以成仙得道，修出舍利子。再看看身边那些因为嗜好所有的物品，在我眼里就突然变得非常的碍眼，好像拥有的每一个嗜好或兴趣对我而言，那时候都像是一层又一层的罪恶感。在某一天我又开始丧心病狂要丢掉我的猪猪的时候，我发现我很不快乐，非常认真
的不快乐，我才清醒我快要不是我了耶。这对于一个高敏感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惊悚的事情。那时候我才反思断舍离对我的意义是什么。难道断舍离是要把能带给我幸福感的东西也都断掉吗？我知道很多人真的不需要这些东西，像G他好像就不太需要，但是绝对不会是现阶段的我，而且很多人跟我也没有关系。所以说到底也只有我们自己才可以判断断舍离的初衷啊，什么才是冗物啦，什么才是该留在你的生活居家环境的，这些让你舒服的生活标准都只能靠你自己决定。毕竟断舍离它不是解决我们生活的答案，它只是帮助我们找到答案的方法。最后我想说，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很忙，而且时间不够用，也越来越没有耐心，都希望自己的问题在短时间内能有一个答案可以照抄。但是真的不是每一个问题都可以有照抄的答案。如果靠照抄别人的答案过生活，那我们过的生活到底是谁的？我们抄到的到底是答案，还是无止境的焦虑？断舍离也只是帮我们去无存菁我们生活还有自己的杂质，得到更好的自己，还有更好的生活。绝对不是阉割我们独特性的方法。如果没有独特性，那我们跟 AI 是不是越来越像了？我知道2月以来好像很多朋友都反映缺乏动力，其实我跟 G 也觉得自己快要烧焦了。不知道各位珍珠道友们过得怎么样？号称2人，但实际只有1人的工作室，生病的时候没有办法那么多产。谢谢大家的体谅还有关心。如果你觉得我们这集内容不错，想要跟身边亲朋好友说的话，欢迎分享。Sharing is caring。最后，希望缺乏动力的大家能找到动力。如果还有很有动力的话，能够一直都有动力。如无意外，我们下周见，拜拜。